MCC 最可怕的条款是它明文规定 MCC 高于尼泊尔现行的法律。如果尼泊尔真的全面接受了这个 MCC， 那就比伊拉克这个战败的国家还不如。伊拉克到底还是武装抵抗了一段时间才失败的。如果尼泊尔被5亿美元就买走了主权，那实在是太悲哀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为什么非要硬塞5亿美元给尼泊尔。最近呢，尼泊尔的议会忽然对一个叫 MCC 的东西发生了争论。MCC 全名是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是美国和尼泊尔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MCC 名义上是美国政府的对外的援助，但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阻挡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落地尼泊尔，是个反华项目。其实呢，我们都不需要到第三方机构那里去寻找这个 MCC 的真相，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发现一些不对劲的东西。这家大使馆为 MCC 专门开设了一个页面，宣传这个项目如何有利于尼泊尔。按照页面上给出的数据， MCC 项目由美国提供5亿美元，尼泊尔政府自己筹集 1.3亿美元，一起用来改善尼泊尔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电力供应和道路交通等等。其中呢，在电力供应上打算投资 3.98 亿美元，道路建设上投资5230万美元。那么还有差不多5000万美元用到哪里去了呢？这件事儿美国大使馆呢倒是没有隐瞒说其中有4000万美元用作项目管理，950万美元用于监督和评估，这些钱全部由美国人自己来开支。换句话说，这个项目的管理、监督和评估就要花费将近5000万美元，占整个总投资的1/10。这个 MCC 的项目呢，有4个关注点，其中之一就是上面所说的由尼泊尔政府执行、美国人管理协助的这个 MCC 项目。其他的3个分别是气候灵敏、开放机会和开放私人投资。下面我们一个个来说说到底是些什么货色。这个气候灵敏项目听起来很玄虚，具体内容实际上就是大力的发展水电。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在对外承揽水电站工程的时候，美国人总是唧唧歪歪把破坏生态强制移民这一类的大帽子一点一点的扣到中国和俄罗斯头上来。那现在轮到美国人自己推广水电站项目了，他不但不说生态问题了，还居然发明了这么一个新概念气候灵敏，脸皮之厚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开放机会说的是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呢，可以帮助尼泊尔人改善生活，便利出行如果有发展呢，开放的机会。真正的陷阱在哪儿呢？在下一句，开放私人投资。尼泊尔是个穷国自身没有什么融资的能力，既然要开放私人投资，作为邻国的印度债台高筑，它没什么资本可以帮助尼泊尔的。中国呢，被美国形容成了反派，那么中国的资本也肯定很难进去。那么蜂拥而入的肯定就是美国资本了。一个靠天吃饭的落后的山地国家，一旦美国资本涌入，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已经上演了无数次了。即使是巴西这样一个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当美国资本涌入之后，没过多久，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落入了美国人手中，从政府到民间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被迫用挖矿、伐木之类的办法挣钱还债。美国人还不肯罢休，硬要把罪责推到中国头上，发明了中国人吃一块肉，巴西雨林里就冒出一股烟这样的谣言。如果美国资本控制了尼泊尔，那会不会说中国人充一次电，尼泊尔就会泥石流一次呢？ MCC 最可怕的条款是它明文规定 MCC 高于尼泊尔现行的法律。如果尼泊尔真的全面接受了这个 MCC， 那就比伊拉克这个战败的国家还不如。伊拉克到底还是武装抵抗了一段时间才失败的。如果尼泊尔被5亿美元就买走了主权，那实在是太悲哀了。所以尼泊尔还是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发现了这些问题所在，终于在最后关头挡住了 MCC 的签署。美国政府呢，可能也觉得这个事情做得太绝太难看了，命令驻尼泊尔大使馆发一份公开信，解释说 MCC 不是军事条约，5亿美元呢是赠款，没有附加条件，整个项目是公开的等等。但是这样苍白的语言恐怕很难让尼泊尔人相信。
因为美国人在条款里埋雷的事情已经是驾轻就熟了。我这里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债，一方面又拿着中国借给他们的钱去搞 MCC 这样的项目，给中国找麻烦。那么还不如我们跳过美国，直接把这5亿美元放进一带一路大盘子里面，那不是更好吗？至少那5000万的管理费就省了吧。好，这句话里就说到这里。